这玩意儿能算飞机吗？如果要算的话，应该是最不像飞机的飞机了。究竟是哪个国家能有如此脑洞呢？今天大兵就和各位聊一聊法国的 C450 甲虫环翼机。在上世纪50年代，冷战的开始呢，将欧洲一分为二了。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组织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打击策略，将西德的军事基地和机场打掉。这时的北约各国为了在未来战争中保存空军的装备和实力，开展了垂直起降飞机的研制。这种飞机呢，无需固定的起飞场地，在一小段公路或者一小块场地上就能起降。而这其中最为怪异和有趣的，就要数法国的立式垂直起降环翼机了。法国研制的这种飞机能垂直升空后转换成水平姿态飞行，完成任务后再垂直降落。但是其实呢，立式垂直起降并不是法国人最先提出来的，早在二战期间，德国的一些设计师就提出了这个新奇的概念。当时的德国本土遭受盟军战略轰炸，急需便宜又好用的本土防空战斗机。德国的设计师们得知军方的这一需求，于是便提出了3个较为靠谱的方案，分别为 BA349 火箭动力方案、推力翼方案和黄蜂云雀方案。这就是最早的垂直起飞点防御战机。其中像 BA349 的起飞方式类似火箭发射，飞机通过垂直发射架起飞，飞行员接近轰炸机编队后，发射机头内置的空对空火箭弹，随即脱离，等到火箭燃料耗尽后，使用飞机伞降着陆。推力翼的方案则在机身中部安装有小型冲压发动机，驱动的3片变距旋翼，起飞时先启动火箭发动机，推动旋翼旋转，随后飞机会像直升机那样升空。当速度达到每小时300公里后，内置冲压发动机开始点火，飞机转入巡航模式。至于黄蜂和云雀，则是环形翼布局，机身内安装有一台涡桨发动机，螺旋桨安装在环形翼内部。这个方案呢，对比推力翼要更好实现一些，因此德军就选择了 BA349 和环形机翼方案。但是由于研制进度太过缓慢，再加上环形机翼对于发动机的要求较高，德军直到战败也只有 BA349 投产。可惜的是，最终呢也未能参加实战。不过环形机翼的设计却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环形翼可以看作是翼间相连的圆筒双翼，升力上要高于双翼，不会有横滚稳定性的问题，非常适合立式垂直起降飞机。并且这种机翼结构还有结构重量轻、高速特性好，以及易于安排立式飞机的起落架等优点。于是在1950年，曾经担任过德军佩内明德基地和 BMW 工程师的奥地利人赫尔穆特·冯·兹伯罗夫斯基博士，在法国创立了兹伯罗夫斯基技术局，开始了对立式垂直起降环翼机的系统性研究，并且设计了一系列的环翼机，通通按鞘翅目甲虫的名字来命名。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法国国营航空发动机公司斯奈克马于是便看中了这位博士的甲虫方案，再加上上世纪50年代初北约对垂直起降战机的需求与日俱增，在1952年1月通过法国和德国政府的小额资助下，斯奈克马与 BTZ 达成了合作，开始了2马赫立式垂直起降战机的研制。同时，斯奈克马收购了博士的专利，兹伯罗夫斯基也成为了斯奈克马垂直起降飞机技术部门的负责人。但是斯奈克马公司最初的2个方案并没有采用博士的环翼设计，这明显就是想把外人给踢出局嘛。但是经过反复论证后，他们发现不用环翼还真不行，最终还是决定在兹伯罗夫斯基甲虫方案的基础上设计新机，也就诞生了 C450 方案。这个方案安装了一台阿塔101发动机，采用单座座舱，风挡和座舱盖和传统战机一样，有2种进气方案，分别是机头进气和两侧进气，凭借环翼结构带来轻重量的优点。预计 C450 能在2分钟内爬升到15000米的高空，也就是说，平均每秒能爬升125米。但是立式垂直起降飞机并不是那么好研究的。其中最大的难点呢，在于垂直起降时，机身需要精确3轴控制，才能纠正因气流、发动机扭矩和其他因素引起的姿态变化。并且当时受限于发动机技术的不足， C450 的动力问题也无法解决。
因此，斯奈克马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曾在1953年制造了一个缩小版的 C450 的动力模型，重量为30公斤，其动力系统采用了一台推力40公斤的脉冲发动机。由于这种发动机没有旋转部件，所以在运转时不会产生扭矩。再加上斯奈克马本来呢就是专门造发动机的，在喷管偏流技术上颇有心得。于是他们在发动机的尾喷管末端安装了偏流板，提供最直接的矢量推力进行姿态控制。这也可以说是最早的矢量喷尾了。缩小版的 C450 在经过1年的调试之后，在斯纳克马的研究中心进行了试飞，证明了矢量喷管的实用性。紧接着到了50年代中期，斯奈克马刚好在发动机领域取得了技术上的突破。先是在1954年研制出了能产生2.9吨推力的阿塔 101D 发动机，随后又在该型号的基础上配备了偏流板矢量喷管，顺利研制出了适合立式垂直起降飞机使用的阿塔 101DV。有了这发动机，那研制飞机就快得多了。1955年1月，斯奈克马成功制造了一个被称为阿塔飞行器的垂直起降测试平台，编号 C400P1。虽然这个阿塔飞行器听起来像那么回事儿，但基本上就是一个安装了发动机的大直筒，内部安装了遥控装置、自动驾驶仪，底部有一个4轮起落架，在重心位置围绕发动机的环形油箱载油500公斤，大概能飞4分钟吧。并且阿塔 101DV 的矢量喷管只能解决飞行器的上下控制，因发动机扭矩产生的自转还是无法解决。于是斯奈克马决定在 C400P1 的下方增加4组10字形的滚转控制喷嘴，通过发动机内的压气机将高压空气喷出，控制机体因扭矩产生的旋转，实现悬停状态的平移。这个时候的 C400P1 自重是2.5吨，发动机最大推力2.9吨，推重比达到 1.16。理论上的指标顺利完成，一些问题也得到解决，随之而来的就是试飞了。由于环形飞机在结构上与传统飞机不同，为了确保试飞时飞机不会因为失去控制，因此呢，斯奈克马公司在实验场搭建了一个35米高的人字形支架，支架顶部垂下一根钢缆，记住 C400P1 的顶部，原理就像攀岩运动的保险绳，防止 C400P1 在试飞中失去平衡或者发动机熄火，也不会因此而坠毁。1955年10月，首飞顺利完成，并且完成了滚转机动。得知这一消息的法国国防部在2个月后就接手了试飞工作。而 C400P1 在官方的试飞中表现也很不错，上下前后左右的3轴自动移动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于是又经过了半年的调试， P1 在遥控下进行了首次脱离保险绳的自由飞行。据资料记载， P1 在整个研制期间共进行了205次试飞，阿塔 101DV 发动机的可靠性也得到了证明。接下来就是增加飞行员的弹射座椅、仪表和操纵杆了。由于当时斯奈克马公司要求 C400 必须具备可以遥控也可以手动操纵的工作模式，所以在飞行员的操作设备时就不能减少已有的设备了。而飞行员的增加也意味着飞机重量的增加，因此平移喷嘴从 P1 的单排喷嘴改为了双排喷嘴。终于是在1956年底 ，P2 正式下线。次年5月14号，飞行员莫雷尔驾驶 C400P2 完成了环形翼飞机首次有人驾驶自由飞行。到了1958年春天， P2 已经顺利完成了123次有人飞行了。在阿塔飞行器完成测试后，斯奈克马公司也彻底做好准备，开始制造一架真正能飞的 C450 环翼机了。不过制造 C400 这样的大直筒很容易，但是制造量产型的飞机就麻烦多了。毕竟斯奈克马公司只有发动机比较出名，根本没有制造飞机的经验、技术和设备。于是在1958年，他们委托法国国营北方航空制造出了 C450 的原型机，并沿用了兹波罗夫斯基博士的甲虫家族绰号，将其直接称为甲虫。C450 甲虫整机采用全金属半硬壳结构，主要材料为高强度铝合金，垂直高度8.02米，环翼外径3.2米，内径2.84米，等效翼面积18平方米。环翼内有3根环形翼梁，第一根跟第2根翼梁间是机翼整体油箱，可以装填700公斤的燃料。
动力系统为一台带偏流板矢量喷管的阿塔 101E5V 发动机。由于这种立式垂直起降飞机燃料管路的要求和传统飞机不同，所以法国北方航空还对此进行了优化。经过改进后的甲虫最大推力 3.69 吨，飞机最大起飞重量3吨，推重比提升到 1.23。内部配置方面 ，C450 的弹射座椅由法国南方航空研制，在垂直起降时可以自动向上调节角度，使飞行员由仰卧姿态变成坐姿，提高了舒适性。不过座舱内并没有控制方向踏板，与测试机一样，只能通过一根3轴操纵杆实现左右、前后和上下方向的操控。飞行员在驾驶时，操纵杆的偏移和旋转幅度会被转成电子信号，由液压操纵系统控制矢量喷管和十字舵的运动。这就是早期的模拟式线传操纵。不过此时还并没有自动增稳系统，所以 C450 在飞行时只能依靠飞行员的经验和技术来保持飞机的平衡。考虑到未来 C450 可能会服役于法国空军，斯奈克马还专门设计了运输和发射的拖车，通过拖车上的折叠液压起束支架，将 C450 竖起在发射场地上，这也算是提高了甲虫的地面机动性。1958年4月，首架原型机 C450-01 顺利交付斯奈克马研究中心。在经过1年的地面测试后，飞行员莫雷尔驾驶甲虫进行首次试飞，随后又进行了首次3分半钟的自由飞行。整个过程发动机响应相当平顺。在随后的试飞中，甲虫完成了1000米高度的垂直悬停。而在第6次试飞中，莫雷尔从870米高度开始降落，突然甲虫的机身开始不受控制的滚转，高度呢也迅速下降。好在莫雷尔眼疾手快，及时加大了油门，最终是安全降落。而从这次试飞后呢，为了安全起见，斯奈克马也规定 C450 垂直降落的速度不得超过每秒-7米的安全值，悬停高度也不得超过600米，并在400米和1000米高度设置了2架云雀跟踪直升机进行观察。不过这样的设定反而影响了它的安全性。1959年7月25号，莫雷尔驾驶 C450 进行第9次试飞，最初的爬升一切顺利，随后以36度极限迎角向前平飞了几秒，并回到垂直悬停模式开始下降，完成姿态转换机动。但是此时一架跟踪直升机却通知莫雷尔已经超过了高度限制，高度达到了950米。他扫了一眼垂直速度表，发现下降速度达到了每秒-10米。随后甲虫就失去了平衡，开始滚转和摇晃。当时的莫雷尔突然想到这可能是上方跟踪直升机产生的气流导致的，于是赶忙呼叫直升机离开，同时加大油门，使发动机全功率运转。但是在他这一系列动作完成之后呢，飞机已经彻底不受控制了。在离地50米时，莫雷尔按下了弹射按钮，由于高度太低，降落伞无法完全打开，最终身受重伤，结束了飞行员的生涯。至于弹射后的甲虫也开始横飞加速，一头撞向地面，发生了爆炸。这次事故证明斯奈克马甲虫在设计上存在严重的缺陷，仪表也不够完善。曾在一次试飞后，莫雷尔表示，垂直速度计简直就是一个摆设，在降落时根本无法实现精确转向。而最要命的呢，也是采用环形翼设计的甲虫稳定性非常差，以当时的技术条件根本无法解决垂直起降过程的稳定性问题，因此也就没有办法实现垂直上升和水平飞行的安全转换。这也导致1958年西德政府决定为重建的德国空军采购洛克希德 F104星际战斗机，而不是甲虫。同时法国也对这架飞机不再有任何期待了，这也标志着北约各国完全放弃了对立式垂直起降飞机的研究，转向了更实用更常规的垂直起降飞机。在没有资金来源后呢，斯奈克马公司也终止了甲虫项目。在 C450 项目终止后，来自奥地利的兹博罗夫斯基博士也解散了 BTZ， 老老实实的回到了西德的 BMW 集团工作。至于他为斯奈克马留下的环形机设计方案，并不是只有 C450 甲虫这一个方案。曾经在1953年，他还提出过 AP466 方案，其中呢还分 E、G、H 3种子方案。最大型的起飞重量高达10吨，预计最大速度超过2马赫，
可以在35秒爬升到1万米的高空。虽然这些性能参数很强，但是斯奈克马呢却没有与之配套的大推力发动机。而随着甲虫的坠毁，这些方案都被归档封存，淹没在航空史的历史中。不过，法国斯奈克马公司的 C450 甲虫，至今目前仍然是航空史上唯一能正常飞行的立式垂直起降环翼机。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有想看的武器，欢迎留言讨论。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咱们下期视频再见。